台湾平均的银行存款呢，一年增加了 3.4 兆，累积4年大概将近10兆。这个企业获利增强以后呢，人民荷包充满，还有每年台湾的上市贵公司呢，配息超过2兆。好，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个礼拜的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台经院刘佩珍总监来跟大家谈谈北市科的发展。过去这2年，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台北市的房地产的区位呢，从中山北路开始北延哦。最近大家注意到，实价登录国宾饭店改建，它的成交价呢是217万，这个是在过去中山北路，我在这个地方超过40年，但是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热烈的景况。从中山北路再往北，那么大家看到士林，台北市从内湖的开发之后呢，现在所有的力量呢用在这一块，在福国路跟承德路重要的新的基地。这个基地呢，除了未来的星光的 shopping mall 之外呢，金仁宝的大楼呢，现在55层正在大力兴建中。欢迎您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以及产业状况，成为财讯粉丝团财团的一份子。或者你也可以针对你喜欢的节目抖内我们，让我们可以持续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豪宅建案也在这个地方发展。我用这张图表来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2020年呢，第一季的信义房屋的房价指数呢 108.34， 到去年的第4季它已经到 153.44。 大家可以了解，虽然政府打房力道非常强大，但是呢，房价还是稳稳的往上攀升，这是房地产的底蕴。而房地产能有这样的底蕴呢，其实也跟台湾的钱水涨船高有关。你看到从2000年之后呢，一直到2019年，台湾平均的银行存款呢，一年大概增加 1.5 兆，但是呢，2020到2023年平均一年增加了 3.4 兆，累积4年大概将近10兆，这个是不得了了。所以你看到每一年的定存都大幅的增加，还有呢，我们寿险保单都在解约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资金的水位在这几年的变化是非常强大的。从总体经济，我想最近政府打房力道很大，但是我常讲台湾的建商体质强健，还有台湾的人民，包括企业获利非常好。我这边还有一张表格，其实大家要非常注意的，台湾的企业呢，到2020年之后呢 2.46 4.298 到 3.98 到去年3兆，这个企业获利增强以后呢，人民荷包充满，还有每年台湾的上市贵公司呢配息超过2兆，像这个总体经济环境跟资金面，我相信我们一辈子都没看过。请刘总监来告诉大家整个房市你的看法。好，社长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想这个社长刚刚其实也有谈到这个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总体因素它的一个变化。那我想其实在这个主计总处它也已经预测那我们今年的一个经济成长率会从去年的低点 1.4%， 那么会拉升到今年呢会渴望达到 3.43% 的一个高点。那我想这个今年目前呢看起来最主要的这个带动的一个行业别，当然就是在最近非常热门的半导体产业那这个半导体产业当然也是受惠于就是在 AI 相关的一个题材带动那所以在今年其实半导体产业它的一个产值其实是渴望创下一个史上的一个新高，也就是说 5.01 兆这样的一个规模。那当中当然就是主要是以台积电它的一个推升动能是最强的，带动了整体呢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发展。在今年其实经济的一个结构的表现上内是比较温，那外部的部分区域比较热络了。那今年不管是在外销或者是在出口，整体的一个表现都是渴望呈现逐月是一个好转的一个态势那我想这个都会带动呢国内的整个经济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在资本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国内的股市这样的一个表现，它的一个财富效果，我想下一步也会慢慢的蔓延到国内的一个房地产市场。所以我想今年其实即便后续呢政府还是有
有一些包括像囤房税 2.0 要在今年的7月份开始实施，那么或者是这个续评改革方案需要推动哦，那甚至说央行也不排除说这个所谓的选择性的信用管制，但是我想这个房市目前慢慢的一个复苏的一个态势哦，其实还是相对的显著，那甚至在这个豪宅市场其实慢慢也有一个比较加温的一个态势哦。那特别呢在商用不动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去年其实真的比较低迷的就是在土地的交易市场，那还有在这个所谓商用不动产只有略微的小幅的一个增加。不过我想呢今年因为在制造业整体的自用买盘的一个进驻，那这个都渴望带动包括了厂房、厂办，那么以及对于办公室它的一个购买，所以我认为在今年的土地的交易市场，还有在商用不动产的投资买卖，它的一个交易金额绝对都会比去年还要来得好。好，我想刚刚刘总监提到了，像商用不动产，台湾这次台商回流大家看到最少2兆的钱回来台湾投资。那企业回到台湾之后呢，我相信商办一定会带来非常大的需求。最近还有一个，你知道台积电决定要去嘉义县受封测，我最近看报纸那个埔子太保现在买房子要抽签而且它开单价35万，那简直是无法想象。因为以前那个区块很多建商在10年20年前他们就开始去盖，高铁通车就开始了，但是好像都卖不掉。现在呢变成抢购，因为大家听到台积电要来，马上就冲过去了那台北呢，我想我有朋友都要买房子，我都鼓励他们买北士科。为什么呢？中山北路其实除了仁爱路跟敦化北路有大树的这种林立以外，中山北路是从日本时代就已经开始有很好的优雅的那种味道。我每次跑马拉松都会经过中山北路，我觉得那个气质非常好。所以这一次我看国宾一次从200多万起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我每次经过承德路的时候，看右边那个整个北士科的发展格局方正，那我相信在这个地方，台北市除了内湖以外，已经很久没有一块很方正的大面积的土地的开发。北士科我认为它会变成一个新开发的中心。如果你再往北边，你最近注意到了，像旗延从化区，原来它卖70-80，现在好像到80-90，往上都有。连北投我在北投住很多年，北投最近看到光明路有93万的，这个都大出我意料之外。所以我想这个热度看起来空前，我们怎么来解读？你怎么看北士科的发展？好，那刚刚社长有提到，就是说目前我们在整个北士科大的一个发展那其实它的一个重要性，我觉得它刚好就是整个台北市呢最后的一块重划区。那事实上我们就是把台北市跟其他科学园区来做一个比较，事实上它是有它的不同的一个这个定位点那当然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是竹科，或者是在中科跟南科，甚至现在延伸到高雄的一个地区，它显然就是一个比较是以制造部分呢为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重镇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一个3大的科学园区，几乎整个在半导体业大概就占了70%左右那当然在台北市比较没有办法坐落这些比较重工业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先内湖的科学园区，那么或者是在南港就比较偏重是在软体的部分。那在这次北士科，我觉得它未来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搭配就是我们台北市整个4+1的一个科学园区那未来它的着重点就会比较是在所谓智慧那么跨域的这个产业别，包括的像是人工智慧，那么甚至在这个生技，或者是在所谓的一个健康医疗数位医疗的这个部分来发展那同样搭配其他的部分的一个园区，当然就包括了南港它的一个生技跟软体那其他包括了在内科的 2.0， 那甚至在这个生态的色指导它的一个计划，以及在圆山的一个熏创的一个聚落，那么搭配这4个部分，然后再搭上我们最后的这个北士科补上这个最后的一块，事实上都是渴望拉抬未来在整个北士科它的一个这个声量甚至说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潜力。那当然在特别人工智慧的部分，当然不会是说所谓台积电这个先进制程或者是在 CoWoS 这个封测厂的一个部
布局。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机会的是国内的一个 IC 设计业或者是在 IP 的研发中心的一个设置在北士科的这个部分都可以做一个分布。那未来呢，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这个竹科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科学园区来做一个相互的一个呼应。那等于说在北部的部分也可以有一个总部上的一个设立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来区域平衡的一个发展，或者是带动呢整个台北市首都它在这个科技产业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我觉得北士科在未来都可以担纲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现在我们大概看到北士科最具指标性的建物大概就是金人宝的大楼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星光将来可能的摩天大楼是一个我看从湖国路到承德路大部分都是豪宅居多，从国泰建设到达利啦，到新润然后宏普包括华固都有另外一边大概就周美，那周美现在有中鼎大楼盖好了，那刘总监怎么看未来在这个聚落的发展会有呈现什么新的变化？我觉得北士科它其实独特的一个地方是在于北士科的第一圈就比较是以产业的部分为主，那到了第二圈呢，它就可以达到是有这个所谓办公室大楼这个群聚的一个效应，那到第三圈呢，就是可以来到这个住宅市场所以北士科它自己本身其实自给自足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北士科它的一个住宅的比例高达 26.3%， 比这个所谓内科的部分的 11.5% 其实明显要高出非常多而且呢周边其实有包括的像是绿地然后包括的像阳明山啊，或者是也可以眺望这个淡水的一个部分。那另外还有就是它商圈上的发展，也就是说过去在这个天母呢，或者是在北投的一个附近，那另外还有就是一些文教的方面的一些设施包括就是在儿童的一些新乐园或者是在这个科教馆等等的这一些。那当然周边呢也有包括了东吴大学或者是在这个民传大学的部分，那我想这一块也可以补足未来在产业地区它所需要的人才上的一个培育。那刚刚这个社长也有提到，现在其实也蛮多的这个企业其实都有慢慢进驻，包括了在人保、和硕、华硕，那甚至在英业达，还有在康舒中鼎大楼第二个总部的部分，那后续也包括了像是在星光的一个纺织、星光的医院，或者是在这个士林电机等等所以我想未来在这一块呢，它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群聚效应其实会更趋于多元化，而且未来它的一个发展潜力也会慢慢的逐步的浮现。好，这个区其实我们看到生活机能非常好我有一次到北士科逛一逛以后特别沿着河畔到士林再折返走对面另外一边我走到焚化炉那边那整个来讲，因为它空地非常多想象空间无限大，一路延伸其实会一直到基源从化区到北投，所以你讲华硕那一区已经到关渡了那我想关渡的开发会比较慢，但是现在如果北士科开发以后呢，我相信社子岛会很快。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区域发展的未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慢慢的从这个北士科现在慢慢的逐步的一个建立它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群聚，那后续其实包括了一些公共的设施，那乃至于在周边的一些交通甚至在这个社会住宅的部分大致上都会在2025、2026年呢是逐步的会完工。那包括的其实像是在福兴的公园或者是洲美公园这一块那个公园会长大是绿地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就是有关于在轻轨捷运的部分，那后续呢当然就是说福国路这个部分再接上洲美快速道路现在其实也都在做一个衔接的一个工作，那未来就是希望能够可以把它引流然后再接到国道。那我想在这一些周边的基础设施慢慢的完成之后，不管是在产业的一个聚落互相呼应的一个发展，那或者是在这个交通生活上的一些便利的部分，其实都能够慢慢的建立，那能够达到这个自给自足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其实市场也有预估它未来能够产生的人口红利至少都有 3.5 万人以上。现在如果就企业的发展像我有一次跟这个许胜雄董事长在聊天他那个55层盖好以后呢，我相信那个区位空间会完全改观那他来了以后，其实像和硕那些，就他们在那一区都有一席之地嘛最后我们来看看，就如果从个人的投资或到企业的投资，我们现在面对北士科有非常多不同的商品，到底在投资上要有什么样的心理？
好，那我觉得就是在北市科，它其实未来可以这个建立蛮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效果哦。那我觉得特别是在商办的部分哦，那因为现在目前呢，整个在商办的租赁市场慢慢会比较走向这个所谓绿色租赁的部分，那甚至搭配这个 ESG 方面的一个题材。那我们知道，其实因为在像绿建筑的部分，其实不太容易在住宅市场的部分来推哦，那反而企业它面临到的是一个国内外的直接竞争，企业会比较快速去导入所谓绿色租赁的这一块。那我觉得在这一块绿色租赁大概可以分2个部分来谈。第一个就是在这个绿建筑那这一块当然就是国外的，包括 LEED 或者是 WELL 的这些认证。那另外就是在绿电的 2.0， 那么 2.0 相较于 1.0 其实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未来就直接由房东呢去购置这个绿电，那就可以提供住户整套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方式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在这个绿色建筑的部分，信义计划区目前的这个面积上大概可以占到 65%， 而在绿电 2.0 的部分可以达到 55%， 同时能够拥有绿建筑还有绿色 2.0 的部分面积，这个大概会有占到 45%。 如果借由这个信义计划区它过去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那因为北市科还在这个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不排除未来在北市科其实在商办的部分还是有机会可以做这个市场领导者这样的一个角色。好，我想现在可以看到出来，台北市现在如果要自产，那北市科是到目前为止大面积新规划的一个地段，我相信往来500町能够进入到那一区我相信都是未来有潜力的人士所以我想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刘总监来跟大家一起来谈谈北市科的未来。我相信从中山北路开始，那么大家可以一路往北看，到北市科呢，从承德路右边看左边看看，我相信这个会未来带给台北市非常大的变化。因为在过去的房地产忠孝东路一直往信义计划区或到南港，但是现在呢从北发展，我相信是未来重要的趋势。很高兴能够请到刘总监，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